油菜花都开了啊，这个季节的成都非常漂亮。上一期我们讲了我们在成都的吃住，还有去宽窄巷子喝茶。我看有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讲，这个成都呢，气候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冬天还是冷，下雨多，阴天多。哎，对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既然气候不是那么完美，那为什么成都仍然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退休地之一呢？这是这一期我们要探索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当地的亲戚推荐的啊，铁巷寺这块特别有体现这个台湾了，我的天，成都特别体验成都慢生活这个情调啊。我们是从北美提前退休，在世界各地旅居的李欧和丽丽。台湾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我们已经虽然回到大陆了，但是精神还似乎留在那儿。其中有一点就是台湾这个春天的时候，除了这个台北以外，这个气候是非常好。回到北京以后，就整个都受不了了，干冷，而且污染也很严重。所以说一过春节呢，我们就忙不迭的跑到成都来考察退休地了。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3月初了啊，你看还在下大雪呢。我们刚到成都的第一个星期了，每天都阳光灿烂，我们简直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我们说哇，怪不得是一个公认的退休地呢。是啊，今天是礼拜3的中午，是吧？你看人家退休人士在这儿点一壶茶，还吃点小吃，画画，打打牌，哎呦，脱裤耳朵，切切生活啊！对呀、你看这儿搞的哈，真是南方，所以气候就决定了人家生活。挑城市某种程度上是挑气候。很多人说了，这个成都呢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哎，我们觉得哎呀，真是，气候真好。但是过了几天，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许阳主任，先找点吃的吧，真的，这太长时间了。成都的冬天呢，确实是很少低于0度，但是呢，因为湿度很大，而且整天下雨，所以说呢，也是非常阴冷。这个适合养老吗？我觉得不是太，跟北京也都半斤8两吧。来吃，这个就行。这土豆，不烤完了我马上要走了。我这花生要糊了啊！哟天，相当于一个仪式。靠边一点。尽管我们都不是能吃辣的人呢，但是我发现在这种阴冷的天气里待久了以后，确实想吃点辣的东西。肥肠血旺，这是这个古镇里头特色是吧？成都这一带的特色菜，看着就辣。他们这个还这个不辣，比这个豆腐嫩一点。哦，就叫嫩点都叫豆花。这个不辣。比豆花再嫩一点的就叫豆腐脑。这找着感觉了，真的。这什么感觉呀？噼噼拉撒的。香辣呀，又香又辣，又辣又香。好，问题来了，既然成都的气候并不是非常完美，那它凭什么又变成了一个中国最受欢迎的养老地的呢？我们现在切换回我们影片一开始的这个铁巷寺，这里面有个非常有名的茶馆，叫做陈锦茶馆啊，它这有个有意思的招牌。常来谈点大事的地方，我们就在这儿谈一谈我们选择养老地的这种大事儿。凭什么是成都？首先呢，我们先听听 AI 怎么说，这是他的推荐。怕冷怕热，选昆明贵阳；最喜欢海边，选威海珠海；爱吃爱咸，选成都扬州；冬天避寒，选三亚和攀枝花。江南诗意，选苏州、湖州。这个推荐很好啊。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些城市，我们将来都要去啊，都要给大家去考察。可能这2年还有一个新地方，就是这个广东的惠州，将来我们也要去啊。据说是三亚的平替，当然还要再加上厦门，是吧？攀枝花不是太sure哈，是不是应该改成这个云南的西双版纳？网友如果对这个名单还有什么增减呢，也给我们下边留言。我们会酌情考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个名单里边只有一个城市是超过2000万人的特大型城市，这就是成都。仅次于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啊，成都呢是第2梯队的新一线城市，这2年发展非常迅速，它有着一流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这都是养老族非常看重的。
一般来说，特大型城市的都不适合养老，因为它这个生活节奏特别快，交通拥堵，人情冷漠，而且生活成本极高。可是成都呢，就神奇般的避免了这些弱点，把这个特大型城市的服务和这个方便呢，和这个中小型城市的这种悠闲慢生活成功的结合起来。AI 讲呢，爱吃爱闲去成都。爱吃呢，我们上集已经谈到了，在今后的几集里边，我们也会不断的给大家介绍各种好吃的哈。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着重谈一下这个成都的慢生活和休闲文化，同时也顺路给大家看一下成都的一流的基础建设。来看一看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啊，你看这帮人在这喝茶聊天摆龙门阵哈，这个打牌儿，一个叮叮作响的那是掏耳朵的这广告。这是星期三的上午啊，他们不用上班吗？你看这位老者呢，静静的一个人在这干嘛呢？经常来这儿吗？经常来这儿写生。哇哦，这画的非常好啊，非常好画的。很传神啊！这不是一个大众景点啊，所以说这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我成都的亲戚啊，要我来看一看，说这才是很地道的成都的市井文化，跟广东那个喝茶要吃点心不一样。这个成都人呢，喝茶就是喝茶，基本上不吃什么东西。茶馆戏台的两个对联呢，非常有意思：何事慌张，余生很长。这是一种慢的哲学。你感觉成都人相对比较热情，你发现了吗？对，有一点点是吧？啊，不是，我觉得成都人好像是不是信佛的更多呀？对，稍微善一点。你像咱们在乐山那个司机愣跟那等着咱们回去买鸭子，又问半天问题，至少可能得有10分钟。然后呢？这在北方很难理解啊。对你，而且整个那个打出租车才花了10块钱，其实就等我们那么半天，不耽误他生财吗？发财吗？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都是不急不慌的，像导游也是，说话都慢悠悠的。我老家是山东的哈，我到了四川以后，我感觉很亲切。四川人和山东人性格上有相近的地方，整体上呢比别的地区呢更热情，更有一点侠义之气哈。更有一点这种忠厚的特质在里边啊，我这只是整体上来说啊，每个地区实际上人的差别都很大的。但是四川人有一点和山东人不同，他更注意这种享受这个闲适，所谓的巴适是吧？他又少了一些山东人那种火爆的一面。成都机场啊。这是成都的双流机场哈，这个你看就在安检前面，照样有人在这打牌儿。四川人爱喝酒啊，这个跟山东也有点像，就是风格上比山东更温柔一点，劝酒呢没有那么狠。说到吃的呢，这个川鲁风味是并称的。酒桌上交朋友，这和中国北方是一样的。第一个层次就说这个女人漂亮，为什么呢？那是第一个层次，就男人从1岁到80岁都喜欢漂亮的女人，是不是？这是肯定不说年轻貌美，漂亮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个女人不漂亮，现在喝多了。第二个层次就是有女人味儿，这个女人不怕说这个女人有女人味儿，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还谈不上咋办呢？就这个女人呢性格好，她性格比较好。哦，这是第3个层次。可第3个层次还占不到咋办呢？就是这个女人比较温柔。哦，我们非常荣幸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位女人都是第一个层次，是不是？他们这特别漂亮，为你们敬一杯酒。现在花都开了，今年这个成都这暖冬啊，所以花开的早，正好咱俩赶上了这个。我就喜欢这种的，以后咱得找这种地方。沿着河，其实像那个美国也有这种城市嘛，环城河什么有条河周围会开很多小铺子，对不对？我每天就吃吃喝喝的，我每天提着我的 iPad 到这儿来做视频。走的地方越多，发现越不能随便买房子。这个东西啊，就什么叫箍住了，就在这儿。不是，就是说那个就是人以前说的哈，就是旅居的一大优势，就是说你什么地儿好，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吧？想去哪儿去哪儿，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合适的地点。
这儿有一条酒吧街哈，叫做微醺旅，就是微微的喝醉的地方，有意思的名字。这成都呢也有它洋气的一面，你像这个酒吧街是吧？像我们在海外回来的这些华人呢，你完全是中国的那种购物广场式的商业业态呢，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应。有的时候你还可能愿意到这种西方式的低密度的这种商业氛围里边来小酌一杯哈。这个地儿呢，本质上是一个西方的酒吧街，但是它融合了很多东方的因素、日本的、中国的因素，做得很别致。哇哦，这小院儿多好，再逛会儿吧，刚才吃太多了。刚才在那边吃饱了。慢生活、休闲风是养老城市的一个标配，这一般都是中小城市的光环啊。作为一个2000万人口的这个超大城市成都怎么能够既保持了发展，同时又保持着一种相对古朴的慢生活这确实是它的核心优势。北京呢也曾经以提笼挂鸟的这种慢生活而闻名，胡同文化是吧？但是你看看现在呢。回到本期的主题这个成都的天气确实不是很完美，而且它的空气污染也很厉害，甚至比北京还要严重。但是大部分退休族呢，反而容忍了这些缺点。刚才和出租车司机聊，他说近年来呢，上海、江浙、北京，甚至广东一带有很多人退休以后都搬到这儿来去住。成都多少年来打造的这种慢生活、休闲的生活方式，这肯定是他们愿意住在这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房价低，还有一个整个四川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这个我们以后再专题探索。另外，作为这个上榜的热门退休城市里边唯一的这种超大城市、中心城市，这个成都呢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这种便利条件和设施。成都有20多家3甲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根据这个复旦的中国医院排行榜名列全国第2，仅次于北京的协和，而且是连续11年都名列第2了。这家医院几乎所有的专科都在中国名列前10之内。正好车子路过这个成都的富士康这是老大一片厂区了，生产 iPhone、iPad、MacBook。我们是在这个成都的双流国际机场成都有2个大的国际机场，一个双流，一个天府。退休者远途旅行不能更方便了吧？去看看成都的地铁。成都的地铁那么多线我感觉跟北京也差不多了这个不得不惊叹中国的这个基建。哇！这是成都的环球中心这是一个巨大的 mall。虽然我们不是特别愿意逛店但是偶尔作为退休族呢，来看一看这些现代的设施精品店也是一种消遣，是吧？这也是只有超大城市才能够提供的一种便利。Again， 我们又一次惊叹于中国这个基建的这种宏伟宏大叙事。虽然大部分商店这个售货员都比人多这个显得有点萧条，就是消费跟不上来。这些设施显然是建得超前了，很新，但是你看一些细节，似乎有一些 imperfection， 也没有人去修了也没钱去修了。我身后的这个硕大的戏水乐园吧，也没有水。将来呢，我们会深度的谈一下中国的基建当然有一部分是确实有必要，而且确实是中国的骄傲，比如说高铁、高速公路还有机场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和国外，比如说美国、台湾对比一下。实际上退休族来中国是要享受这方面的红利的，相当于国家投巨资建了这些设施，让你用低于成本价来去使用，听起来是不错的地理套利当然也不用道德上负疚，因为什么呢？你毕竟还是出了钱了，还是补贴了一部分成本了。当然，中国城市居民，尤其是体制内的居民也是地理套利的一部分。买单的主要是那些农民和农民工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生活在另外一个中国的那些人。给自己做一个广告欢迎大家能够观看我在农村旅行的那些视频。好了，走题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继续聊这个成都作为一个超大城市能够给退休族的一些特殊的福利。如果你钱包鼓鼓这个喜欢买奢侈品成都肯定不会让你失望中小城市会的。我们现在是在成都的高档商圈太古里，闹市里边有始建于魏晋的大慈寺。我们爬到这个商厦的顶层来，主要是看熊猫的脑袋。7层看这个熊猫脑袋，下边看熊猫的屁股。你看多少人在和爬楼的熊猫在这拍照
天哪，这还要排队呀？是啊，是要排队的。那算了吧。我们下楼去看熊猫的屁股。这儿看还其实更好看一点，也得伸远处点儿。不摸一摸熊猫的屁股不算来成都啊。熊猫呢是成都的标志，同时也是慢生活的一个标志。哎，想起来了，我们前一阵儿去了这个成都郊区的熊猫基地，熊猫傻乎乎的，憨态可掬啊。可就是这傻乎乎的熊猫呢，每年上下产业链啊，一共给成都能带来超过300多亿人民币的收入。羡慕熊猫的生活吧。这吃吃喝喝。Live like a panda。总结一下，尽管气候不尽人意但是成都呢仍然通过打造这种慢生活、休闲气氛创造了自己独特的 IP。它是中国退休地里边唯一的特大性城市，它能提供一流的医疗、2个国际空港，还有4通8达的地铁，以及让不同层次的这个退休者都能够享受其中的各种设施。有如此好的硬件，却仍能保持低房价、低生活成本。另外，成都及其周边呢是得天独厚，有众多的旅游和休闲资源。这就是为什么瑕不掩瑜，有缺点但不妨碍众多的这个旅居者、退休者、养老者都蜂拥而至，成都成为中国实至名归的最热门的退休地之一。哎，你看这个如此高档的面包房你在中小城市能找到呢？